阳故宫了，进去参观一下。从大清门一进来，正对面的这个就是皇太极建的皇宫，那边是他爸爸努尔哈赤建的，那边是乾隆建的。咱们按照这个顺序，先去他爸建的那个地方看啊。这里有一个沈阳故宫的游览图，我们先对着这个图看一下整体情况啊。整个这个沈阳故宫分为3部分，西边、中间还有东边。东边这个是努尔哈赤的宫殿啊，这是满清的创始人清太祖。然后中间这个宫殿是皇太极建立的，是第2任皇帝。左边这个是乾隆建立的啊，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东中西这个格局了。其中皇太极这个啊，永福宫就是孝庄皇后住的地方，这个宫殿就是那个叫啥？现在到了故宫最右边这个宫殿了，这里就是满清最初的样子啊。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地方，努尔哈赤是满清的创建者。他开始是统一女真各部，然后创建了八旗制度，然后建立了后金政权。这时候他们还不叫大清啊，他们叫后金。大清是他儿子皇太极改的名字。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努尔哈赤和他们的八旗开会议政的地方。努尔哈赤就在最中间这个主殿上，这两边呢是八旗的每一期一个亭子，一共是8个亭子。然后再加上最前面呢，左右各有一个左翼王旗和右翼王旗，所以一共是10个亭子。八旗是用颜色来区分的啊，那边有红色、黄色、白色和蓝色，每一个颜色有2个旗，正好是8旗。这个是正白旗亭，正白旗就是他儿子皇太极，皇太极是正白旗的旗主。最后是皇太极继承了这个努尔哈赤的位置嘛。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奠定了清朝发展的基础啊。然后努尔哈赤是1916年创建的后金，然后1926年他就死了。1926年他儿子正白旗旗主皇太极继承了位置。参观完那边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的宫殿啊，然后来这个清朝第2任皇帝皇太极的宫殿，走近看一下。看一下皇太极坐的宝座啊，正大光明匾，黄金打造的宝座。这个大殿是平时皇帝上朝的地方啊，议论国事。然后大殿的后面就是后宫，皇后和那些妃子们住的地方。从这个侧门进去啊，主门现在没有开。到了这个大殿的后面了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广场，后面是凤凰楼。凤凰楼里面都是后宫住的地方，像那些皇后和妃子们住的地方。这和故宫的那个太和广场很像啊。后面是后宫住的地方，前面是皇帝办公上朝的地方。现在去他这个后宫们住的地方看一下。从凤凰楼过来就到了后宫了啊！看一下后宫就这么大。正对面的就是皇后住的地方，这边这个呢就是皇太极最喜欢的妃子海兰珠住的地方。这个啊，这就是孝庄太后住的地方。可以看到这些后宫的佳丽3000啊，都住在这同一个院子里面，而且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单独住一个房间，就一共只有5间房。其他的那些嫔妃啊、妃子都挤在这个东西配房里面，就相当于集体宿舍一样。先去看一下这个孝庄太后住的地方，就是这里面啊。这里好像是烧火的，还有还有锅呢。房间不是很大呀。那个孝庄太后生下福临嘛，福临就是在这个地方生的啊。后来福临出家去了。看，崇德3年，顺治帝福临降生于此宫，就是这里面啊，就这张床上。后面还有婴儿床呢，就那个摇篮，
看一下那个海兰珠住的地方吧，斜对面这个就是啊。海兰珠是皇太极最喜欢的妃子。皇太极最后是怎么死的呢？因为这个海兰珠死了以后，海兰珠的孩子先死了，然后海兰珠特别伤心，然后他不久也就死了，然后皇太极也特别伤心，因为太喜欢这个妃子了，接连的他丧子，然后丧妻，最后他心情被打击了，最后去皇后的这个宫殿看一下。这是正宫皇后住的地方啊。这个宫殿就比其他的宫殿要大一点。沿着这四周有一圈炕，这有2个做饭的大锅，他们是在房间里做饭吗？皇太极就在这个里面去世的啊，从外面玻璃看一下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院子的情况，特别小。看一下皇太极最后去世的这个地方，他就是在这张炕上面去世的。他白天还在处理政务，晚上时候突然就猝死了。也有人说是多尔衮害的啊，但是现在谁也说不明白，史书上也没记载，他的死因是个谜。这就是整个皇太极宫殿的情况了。看完努尔哈赤和这个皇太极的宫殿，最西边有一个乾隆建的，那个就不用去了，因为来这边的故宫主要就是看这个满清创建初期的那个活动轨迹啊。那个乾隆的是后建的，就是凑数的，就不用去了。其实清朝这2个皇帝啊，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关外，都没有进山海关以内呢啊。充其量他们只是地方政权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进了关内，入主中原的呢？看我下个视频啊。